嘿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看 Lucky Designer 官方频道。想必大家对时间穿越这个词并不陌生，不论是从过去穿越到未来，或者从未来穿越到过去，都在世界各地能看到各种相关的传闻。而这类城市传说基本上可以这样概括：要么是已经证伪，要么是在证伪的路上。本期博红军就来揭穿5个时间穿越事件，分享给大家。让我们看看都是什么吧。Number 5， 1928年上映的电影《马戏团》。该电影是卓别林主演的，上映时间是1928年。电影中出现了一位左手拿着手机，一边走一边通话的女士。想必大家看到这个画面都会浮想联翩吧？这不就是和现在拿着手机通话一样吗？各位可能有所不知，在1928年，连一般的电话机都还没有普及，更不可能出现手机这类现代化通讯工具了。最早的移动手机是1973年才出现的，而且那时候手机像砖头那么大，叫做大哥大，所以可以排除那个女士拿的是手机。有人会说了，这不正说明她是穿越者了吗？经过博红军的多番查询，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其实相当简单。那位女士摆弄的是一个助听器，没错，那时候的助听器长这个样子，已经做到了小型化。它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，所以很容易就会推测出它使用的是这个设备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有恍然大悟的感觉？ Number 4， 一张加拿大穿越照片。在2010年上半年，这张照片开始在互联网上疯传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原因是它揭示出一个时光穿越者出现在了1941年站立的人群中。这个人被认为是时光穿越者，是因为他穿着过于时尚的太阳眼镜、连帽衫、印花 T 恤和时尚的相机。那可是1941年啊，竟然有这么潮的男人吗？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啊！有人怀疑这张照片是用 Photoshop 修改的，但是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也能找到另一侧面的照片，自然也能找到这个人。所以这个谣言不攻自破，自然不会是 PS 的。那么该如何解释呢？其实很好解释啦，就是这个男人十分潮，穿的都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事物，比如当时流行的太阳眼镜、外套、连帽衫也一样。而最为值得说到的就是他的相机，那么小，几乎和现在使用的相机没有两样。怎么可能？印象中的相机那时候不是很大吗？十分大，固定在一个箱子内，然后用三角支架固定，怎么可能像图中那么小？可是大家有所不知，1888年，柯达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安装胶卷的可携带式照相机。到了1941年，这种可携带照相机其实早已经大行其道，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个男人是一个潮男，并非一个穿越者。Number 3， 914号航班穿越事件。在1955年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914号航班从纽约起飞，目的地是佛罗里达州。但在飞行期间，该航班与地面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系。通过调查，人们认为这架飞机已经坠落到海洋中，但是一直找不到相关踪迹。到了1990年，一架型号古老的飞机降落到委内瑞拉的一个机场，人们发现这架飞机正是35年前失踪的泛美航空914号航班。令人们惊讶不已的是，机上的人员认为现在还是1955年，而且他们并没有变老。于是有人就猜测914号航班穿过了时空隧道，去往了未来。怎么样，这事听起来挺玄乎吧？但是真相只有一个，这件事并不是真的。首先，在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，泛美航空公司无权运营美国国内的航线，他们飞的都是国际航线，所以就是说没有从美国纽约飞到佛罗里达之说。直到1979年，泛美航空才有权飞往国内航线。第二点，根据资料记载，1955年确实发生过3起空难事件，但是都和泛美航空无关，也就是说，根本就没有一架泛美航空的飞机在1955年失踪。
而且你要想到，发生了失踪这么大的事，该公司并没有记录下来，当年也没有相关事件的报道。第三点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如果说1990年发生了这么轰动的新闻，为什么没有见到报纸或者电视台报道，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后才大肆传播在网络上？所以说嘛，肯定是有好事者编的一条假新闻。因此博文君再一次告诉大家，这件事是一个被证伪的都市传说。Number 2， 凡尔赛宫穿越事件。1901年夏天，莫布利和乔丹来到巴黎旅游，作为旅行的一部分，二人决定前往凡尔赛宫参观。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凡尔赛宫与平常有什么不同，他们打算步行穿过花园进入小特里亚农宫。途中他俩经过了大特里亚农宫，发现那里已经对公众关闭。虽然他们随身携带旅行指南，但此时却似乎迷路了。他们进入了地图上没有标注过的小道。莫伯利看见一个妇女在窗边挥舞着一条白色的小布巾，乔丹则看到了一座废弃已久的农舍。渐渐的，二人感觉到有些莫名的担忧，就加速前行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碰到了宫廷园丁，园丁告诉他们笔直走就行。他们走到了接近湖边挨着殿堂的地方，这个男人突然转过脸来，脸上有着天花的印记，面色发灰。他们二人都吓了一大跳，赶忙离开。在前行的路上，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举止优雅的男士。这位男士告诉他们，通往小特里亚农宫的道路。穿过一座小桥后，他们就到达了宫殿前的花园。莫伯利看见一位正在草地上画素描的女士，这位女士打量了一下莫伯利和乔丹，他们就赶忙离开了。这位女士就是法国国王路易16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。二人进入了小特里亚农宫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一切忽然又恢复了正常。他们碰到了其他一些旅行者，他们百思不得其解，都记载在了他们出版的一本书内，名字叫做《历险》，其中详细的描述他们穿越中的所见所闻，而且特别说明他们见到的那些人明确不是化妆舞会出现的，因为他们后来就去查证过，当天没有登记在案的化妆舞会是在那个地方举行的。怎么样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惊奇？但是后来有好事者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，真相只有一个。该好事调查者调查出了他们遇到的就是一群化妆舞会爱好者。之所以那两位女士没有查到，是因为这次化妆舞会并没有记录在案，所以懂了吧？又是一个被证伪的都市传说。Number 1， 谢尔盖穿越事件。该事件在网上流传甚广，甚至传出是被乌克兰官方证实的穿越事件。让我来看一下该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2006年4月23日的乌克兰首都基辅，大街之上，一位20多岁的年轻男子，他的名字叫做谢尔盖，身穿50年代前苏联的衣服，手拿一款非常古老的相机，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走，对周边的所有环境都非常陌生，完全不像一个现代人。随后他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，于是上前对其进行了盘问，并要求其出示自己的身份信息。而该男子拿出的居然是一张50多年前的身份证。谢尔盖解释自己的身份，但越是解释，越为不理解的警察感到怀疑和荒诞。警察认为谢尔盖精神有问题，于是就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请来了一位心理学专家。该专家对其进行了调查。谢尔盖告诉博士，说自己是1932年出生于基辅市，今年25岁。在2006年的世界里，谢尔盖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。保罗博士让谢尔盖回忆一下，他是怎么来到这个2006年的。原来是一个奇怪的飞行物从天上飘过，他顺手一照，结果就出现在了2016年了。为了验证他说的真假，开始检查相机里的胶卷，而该胶卷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停产了。相机的型号是亚西玛 Flex， 是日本亚西玛公司生产的相机。冲洗好照片后，
真的发现有飞碟，还非常大，景象特别清楚，证明谢尔盖并没有说谎。博士把照片拿给谢尔盖看，谢尔盖也十分吃惊。他们继续检查照片，发现其中有一张照片是谢尔盖和一个年轻女子的合影。一经询问，原来该女子是谢尔盖的女友。谢尔盖最后一次与博士讨话后返回房间，因为事件太过离奇，博士需要整理自己的思路。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这个年轻人竟然是来自1958年。当他想要再次和谢尔盖谈话时，却发现谢尔盖已经消失了。经过警方调取监控录像，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出去过房间，这是让人匪夷所思。于是警方找到了谢尔盖的女友。2006年，谢尔盖女友已经74岁了。他翻开自己的相册，发现了更多和谢尔盖的合影，拍摄于1958年，和出现在2006年的谢尔盖所持相机里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。基本上整个事情大致经过就是这样。这个事件因为过于真实，有视频有真相，让人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。但是我说了但是啦，根本就是假的啦。其实这个是一期科幻电视节目，是该系列的第3集。看看还有当地人进行解释，因为年代过于久远，观众又少，有些人 up 到 YouTube 吸引眼球，说是官方背书的穿越者，其实是子虚乌有知识啦，不要相信哦。通过以上梳理，是不是对时间穿越丧失信心了呢？不要灰心，博亨君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保证让你能够穿越，只需要将自己钻进衣柜内1分钟之后再出来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穿越到了1分钟以后了。好嘞，今日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